谢谢现场的观众朋友们，谢谢大家。欢迎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走进天津卫视的大型情感节目《爱情保卫战》，看看今天请到的几位老师是谁？他们是著名的节目主持人左岩老师，欢迎；著名情感书作家陆琪老师，欢迎；华谊嘉信的高级副总裁曲瑞老师，欢迎；著名节目主持人涂磊老师，欢迎。来吧，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分享他们的人生智慧，了解一下第一对嘉宾的基本情况。各位请看。我和我老公是在网络上面认识的，认识没有到1年就结婚了。结婚前对我还挺好的，现在对他是越来越不满了。家里家务事不做，还总给我捣乱。我一个人在家带2个宝宝，我真的很累。我跟他是异地恋，为了他呢，我把工作辞了回老家。可是我万万没想到，回来以后他就跟变了个人一样，一言不合就开口，根本就不分场合的那一种。他不仅和异性朋友交往让我很不舒服，而且对我是越来越抠门，没有情调。今天来我就是想让他改变，如果再不改变的话，我觉得我要和他过不下去了。掌声有请这一对，有请。男嘉宾刘先生，26岁，来自安徽，厨师；女嘉宾朱女士，25岁，来自安徽，全职妈妈。来，有请2位，有请。欢迎2位哈，怎么了？我觉得他讲的那些矛盾没有那么夸张吧？你觉得妻子有点夸张哈？对，2个宝宝啊？对，双胞胎。男孩女孩？2个女孩。小片里有一句话说，为了他回到老家是吧？是。在哪儿过去工作？过去在南京。然后现在回安徽还是做厨师是吧？回安徽干了金融行业，前一段时间发生过异性交往的问题，然后现在还干厨师了。好嘛，还挺复杂，咱们一条一条线索来哈。妻子，你的不满意是什么？就是在家庭方面嘛，他家务事也不做，衣服乱扔，家里面随便在哪都能找到他的袜子，什么宝宝奶粉罐上呀，宝宝的那个围栏里面呀，有一次宝宝都拿到嘴里吃了。那也不是我故意的，对吧？你看我袜子揣口袋不行，然后放那个柜子上、鞋柜上也不行。有几次他把我扔掉了，然后但有2次也确实是我不对，我放在宝宝奶粉上面了，然后放在沙发上面了。但是对于上班的人，哪有那么多细心的去布置一下呢？对吧？听明白了。你就不能放在卫生间让我洗吗？这应该算生活没有条理，或者比较邋遢。对，然后就是他休息嘛，我想说你就是早上吃饭他先吃，然后我再喂宝宝，然后他吃完了，我说那你喂一下吧，我再吃饭，对不对？结果呢，没到几分钟就说，哎呀不行了，宝宝头掉到饭碗里去了。关键你是全职妈妈，我是上班的人，我也不可能像你带的那么细心，那么专业，对吧？但是孩子他是想跑，一头栽到饭碗里面，就那个饭碗就盖到他头上去。行。还有就是他工作上面，结婚前嘛他就有过，就是他朋友结婚的时候，我们一个桌子上面，他旁边是他认识的一个女生，他就没有顾及到我的感受，就一直在跟那个女生说。主持人是这样的，一桌子都是我哥们，然后就狂敬他酒嘛，因为他也是单身，然后他就认我一个，然后我就劝了他几句，我讲你少喝一点，就劝了3次吧，完了他就不乐意了。回来完了还说我中央空调，我说我没干什么，无非我就跟他多讲2句话了。如果说你真的因为我跟异性讲话的话，你生这个气，我真的没必要，太小心眼了。但是你有没有想过，那一桌子上我也只认识你一个人呀？但是我也没跟你，不是没跟你讲话呀。你根本就没理我，这个就算了。然后结完婚之后，他去上班了。第一个工作，他说他在同事中认了一个师傅，是个女的，要跟他学习什么东西，就经常跟他聊天。有一次我看到他给他发了一个么么哒，然后完了之后我查他的账单记录，在那个蛋糕店里面买了蛋糕，我知道他肯定是给那个女生买的呀，对不对？你讲的这个事情，你不觉得你自己有过错吗？对吧？我跟你说了，那个是我师傅，我想学他的一点手艺，对吧？我可能去。你可以感谢他呀，你为什么要发么么哒呢？你听我讲啊，我是买了一点东西去送给他吃，然后呢，东西学到了，然后我就发的微信，就是感谢的那个表情，那个具体发没发我不记得了啊。但是从那以后，我一下班回来，手机就是交给他，从看每一个人的聊天记录，仔细到每个人讲什么话，然后查完过后再看那个零钱明细，每一笔钱，哪怕是1分钱花到哪，都要看得清清楚楚。
没有一次不查，天天是这样。为什么呢？就是因为他后来对我实在是太抠了。什么意思？我在这里说，我都感觉有点丢人。我就有一次，因为我们开了一个小店嘛，旁边有一家水果店，冬天卖那个栗子，我特别想吃，但是因为那个时候生了2个宝宝，经济上不是有点紧压力吗？啊。那天早上看着热腾腾的，我就好想吃，我就买了6块钱，就6块钱，他就在那里你看，你又来了，你这个事情我已经跟你承认过好多次错误了，对吧？那天是这样的，那天下着雨，早上嘛，肯定生意要差一点，对吧？然后我心情不好，就看到他拿着个袋子在那装栗子，就冲他吼了2句，我说你少花点钱，对吧？完了他就哭了，然后就打电话给他妈了，然后就回娘家住了几天。对啊，我真的特别委屈，因为我没想到我花这6块钱，他在那个小摊面前冲我发火，我说别说了，大不了以后我就不吃了。他还在那里继续说，就是感觉外面人都听到了，我感觉我真的在那里待不下去了，我就打电话给我妈妈，我说我跟他过不下去了，他现在为了6块钱，他在这里讲我。这件事情我已经承认过好多次错误了，对吧？谈恋爱的时候，我对他确实舍得花钱。结婚了嘛，毕竟是2个宝宝，生活经济压力肯定是有的。我觉得有的钱是该花，有的钱是花在有用的地方，比如说是花在家庭啊，多为孩子付出一点。你挣的钱是交给妻子管还是你管？你们家谁管钱呀？开始是他管，后来管着就管到我身上来了。先挣的钱都在你自己口袋里。我给你管，你管好了吗？现在就是我买什么东西，我都得跟他说一声，不管花多少钱，我都会跟他说一声。然后完了，他对自己抠，对我抠，对宝宝抠，对吧？我都能理解，因为你对所有人都是公平的嘛。但是我不一样，我只对我自己抠，我没有对你对宝宝抠。我嫁给他第1年，就是我在家的时候，我妈妈每年都会给我买新衣服，但是因为嫁给他。经济我知道紧张，但是我还给他买了新衣服，我自己都没有买。听明白了，所以你也很委屈是吧？其实这些我都挺还好的，可以接受是吧？对，因为为了宝宝嘛，我都能接受。但是我觉得他不关心我，觉得对我还蛮难过的。他对你的不关心，除了栗子之外，还有什么事儿让你觉得不舒服啊？就是后来发生一件我觉得更严重的事，就是第1年的结婚纪念日，他居然说给我忘了。就是我提前了好几天，我跟他说了，会的几天是我们结婚纪念日。然后那一天我在家，我觉得他会给我带点什么，哪怕不贵重，我觉得你心里面记得有我就行了。但是他什么都没有。然后你说你忘了就跟我道个歉呗，他跟我说。你都结婚了，你又不是小孩子了，你不要那么梦幻了。这个是我的错，但是也不能完全说我个人的错，对吧？因为是工作的事情，以前都是他陪我去店里，然后就那一天结婚纪念日，天下着雨，他自己在家，然后我从早上9点钟到店里，然后晚上7点钟，我一直就没离开过店。啥店啊？就是卤菜店。卤菜店啊。挺好。对，然后我就是忘了，然后。那你跟我道个歉呀！你为什么说那种话？他后来还说，你要不把1年要过的节日都列出来，那是气话好不好？他说我就按照你列的给你过就行了。因为这个事情他不依不挠了好几天，然后呢，我跟他讲话，他还是不理我，我就说了一句，我说，你以后把1年多少该过的节列个名单，怎么过怎么过。这个话是我不对，但是那是气话，你不能老是。放在心上，你觉得你先生心里还有你吗？我不知道，我觉得他对宝宝还是挺好的，就是感觉他做到了一个好爸爸，但是我觉得他没有做到一个好丈夫。这没有做到好丈夫，是因为他不关心你，对不对？对，我觉得可能是你误解了，对吧？我们都是成年人了，也是当父母的人了，对吧？你更多的是为这个家庭，而不是就是这样一味的沉寂在爱情那个谈恋爱的那时候那个阶段了。至于省钱这一方面，我也确实过了。比如说不讲道理了啊，问你几个问题可以吗？可以。确实是给师傅买蛋糕了。对。这给师傅买蛋糕就是为了学习，还是有别的想法？真的，因为这聊天记录我都没有删，因为我身正不怕影子斜，你查就查就是了。但是他就想到其他的了，对吧？那为什么会为了异性而重新要开店呢？这是你自己说的吧？
你刚才说后来发生了一些跟异性的问题，我就不做这个了，我又回去做厨师了。你说的原话对吧？哎，对对对。指的是哪件事儿啊？就是他不是又换了工作吗？又认了个女师傅。哦，这个没听到呢。对，我刚刚准备说来着。然后因为他们在镇里上班，公司在市里，他们每周一周五都要开车就要去市里开会。他有车嘛，就是经常会问他要不要一起去。然后最后发展到那个女生说你在哪？我在哪？你意思就是说我在这儿，你直接过来接我就行了，就又被我看到了。关于这个问题，那是他的错啊，也就带他们。然后有好几次，我为了再顾及他的感受，我自己都是坐公交过去的，然后也自己坐公交回来。那不是我跟你吵完架之后才做的吗？那你怎么不觉得我为你着想了呢？对不对？所以今天你来想干嘛呢？我就是想让他在家里面多帮帮我，在外面跟女性交往有一点界限感，你不要老是主动的去找别人。他现在不就开了个卤味店吗？他还怎么找呢？不是，他是孩子8个月之前开的是卤味店，现在呢？现在是在外面做厨师。哦，又去做厨师了。对。哦。然后呢，就是对我，对吧？我不要你多大方，最起码你心里面记得我，每个节日会送点小礼品，就是那几块钱我都会很开心，就是你心里面有记得就行了，我不需要你说什么很贵重啊，999朵啊，什么钻戒什么我都不需要，我就需要你记得就行了。关于这个问题，我以后肯定会稍微的收敛一点，对吧？但是你觉得你自己什么问题收敛一点？就是过纪念日还是跟异性交往？咱把这问题说清楚啊。都会有异性交往方面，咱一个一个说。异性交往方面我都会改变一点，然后至于花钱这一块，我会就是讲多为他付出一点。但是你自己觉得你自己一点问题没有吗？你在网络上面跟我聊天的时候，你是一个很温柔、很贤惠的人，而且有几次我生气了，你还会去哄我的那种。但是我回来跟你结婚以后，你是什么样子的？动不动就发脾气。就是前2天的事情，我在超市，跟他买那个酸奶，他前一天已经胃疼了，我说胃疼冰的少吃。我的妈，他在大众场合不顾任何人的感受，就一声吼起来。搞得好多人都看着我们，我感觉很丢人。你就不想让我吃那5块钱的酸奶？那你看，主持人，你看，因为那个6块钱的例子，他一直跟我耿耿于怀，过不去了。问一句啊，吃了吗酸奶？我是买给宝宝吃的，然后他就在那一直说让我不要吃，你知道吧？你吃了吗？然后我没吃，我喂给宝宝吃了。哎呀，那你就吃呗。你要觉得酸奶很重要，你真的很介意这事儿哈。我就介意那6块钱，就是。行。你说先生的我们听明白了，你的期望我们听明白了，对吧？能够再多帮帮你。还有一点。还有。就是他总是说我结婚前怎么样，很温柔，他从来没有想过我结婚后为什么会变得现在这么暴躁。为什么？就是因为我一个人在家带孩子，我很累，我想要就是你回来的时候主动的带小孩，然后跟我沟通沟通，聊聊天。他从来好像只有我叫他的时候，他才会做这些事情。你觉得这完全是我个人问题吗？我每天早上上班是7点半起来，然后晚上5点半，然后回来就要做饭，我根本就没有时间去带孩子。我更多的认为你太过计较了。你觉得你每次都说你在家就是带小孩的，你就是该洗衣服的，女人就该做这些事情。如果你不做这些事情的话，我干嘛要娶你？是不是你说过的？这个话是讲错了，但是你觉得各有分工嘛？所以你们俩想到的解决方式是什么呀？我就希望他改变。你觉得他有什么需要改的吗？脾气，最大的就是脾气啊！想不想好好过呀？想，真想哈，真心想。我来这里就是想通过爱情保卫战能解决我们2个最根本的原因。你们听听他们的建议好不好？来，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。我在资料上看到你们3月份第一次见面，然后开始异地恋，6月份回到同城，7月份就订婚了。等于说你们仅仅是1个月的共同相处时间，就决定白头偕老。我们怎么可能跟对方相处1个月，然后就相许终生呢？谈恋爱是大家经历热恋，然后开始平淡，开始争吵，最后我们吵不黄，我们觉得我们可以彼此适应，才会走向婚姻。你们把争吵的这部分拿到了婚后，才会有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。
而问题的症结是，你们没有办法理解对方的难处。先问一下女生，你在婚前工作过吗？工作过。那你会跟男同事有一些基本的交流吗？会。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，你们那天去参加朋友婚礼，他当着你的面儿劝朋友说少喝点这件事情，我认为是没有任何问题的，这是基本交流。而且当着你的面儿，你当然么么哒肯定是不对啊。第二点，这个袜子呀往哪儿放，宝宝的脑袋是否掉到了饭碗里，这种小细节都不值一提，在生活中都是难免的。男人嘛，就是和臭袜子放在一起的。不是为什么男人就是和很难注重这样的细对吧？节。你这个啊，你不能说我们就是和臭袜子放在一起的。你说他们跟臭袜子是一个味儿的臭男人，我们可以理解。你不能说和臭袜子一样，对吧？哎，就是我们女人要抓大放小，不要去注重这些细节。咱较真儿的就是那6块钱。我现在问你一个问题：如果你自己能赚钱，你吃那6块钱的栗子，他敢不敢说一句话？不敢。所以在这儿，明白吗？我一直在劝女生，你一定要有自己赚钱的能力，然后一定就是我花钱的时候底气就是足，我有自己的生活圈子。你现在就是憋的在家里头，实在没什么事儿干，拿查老公手机当一娱乐项目。所以要有自己的生活，你可以暂时因为双胞胎的宝宝忙家里的这些事情，但是要有自己的闺蜜，要有朋友，要出去社交，好不好？这是你的问题。你知道一个女人带双胞胎的宝宝有多难吗？我生1个孩子，然后我们家有其他的这个人帮忙照顾，等于我们2个人带1个人。我每天不录影的时候，在家里只有晚上10点以后到12点这2个小时是我自己的时间，其他的时间你就会不错眼珠的盯着这个孩子，他吃了，他拉了，他玩着，他闹着，他登高了，他望远了。妈妈是非常非常辛苦的，这个时候就需要老公给予无限的理解。你刚才说的那句话我特别不爱听啊，你不就是一全职妈妈吗？所以家里的所有的事情都要你干。我告诉你，在家带孩子绝对比上班要辛苦。我知道你工作压力大，我知道你很难，但是我觉得夫妻之间是要相互包容、相互理解的。你们俩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？不是吵架，是换位。你有休息的时间吗？有。星期几？星期六、星期天。好，你们就找一个星期六、星期天，你俩换工作。你出去找一个兼职，就周末的这种，7点钟就走。你就在家给我带孩子，晚上你7点钟回来，你接手或者怎么样，你爱帮忙不帮忙，你也可以像他一样不帮忙，你就带2天，你试试看，你就可以知道女人带孩子有多难，你就可以知道男人在外面赚钱压力有多大。他是不是需要和其他人有一定的交流？在婚姻当中要彼此的理解对方的难。我不要求做到感同身受，但是我们要相互温暖。祝你们可以白头偕老。好，谢谢左岩老师。陆琪老师，昨天老师说了，就你们互相不了解，为什么互相不了解、不懂对方的难呢？因为每一个人身上都有2种价值，一种叫社会价值，一种叫家庭价值。你们做了一个分工，但是分工带来了隔离。你身上只有家庭价值，几乎没有社会价值；你只有社会价值，没有家庭价值。在这个时候，你发现你理解不了他的家庭价值，他理解不了你的社会价值。最后，因为你们互相不了解对方的价值，导致你们互相在漠视对方。最后你们陷入了一种情绪的恶化，所以我非常同意左岩老师刚才说的，一定要互换角色，了解对方的价值，才能够真正的理解对方的好。就这样，谢谢。好，谢谢陆琪老师。你来我们这个节目想解决2个问题，一个是让他的胸怀大一点，另外一个呢让他的脾气要小一点。这2个改变跟爱情有关吗？6块钱都不能花，酸奶不能喝，那是留给孩子的。实际上，你吝啬的是钱吗？你吝啬的是你的对他的感情。
你的2任女师傅，一个买蛋糕，一个要送人家。你可以关注到右手边的这个同学，他要少喝点儿。你本身还是个情感丰富的人，恰恰你最应该把自己情感关注到谁身上，这一点才是你吝啬的地方。而女生呢，你虽然流着眼泪，但是同样你也吝啬对她的爱。老公不容易啊，对不对？为你而来，为你换了工作到你身边，他在外面是在做一些自己为家庭的事情，你为什么不能多去理解理解他呀？为了一个酸奶，同样都是知道喂宝宝，但是为什么就在那个场合就要跟他去闹呢？你的脾气大，你为什么不能让自己的状态调整一下呢？其实你状态调整好了，也是对他的一种鼓励啊，对不对？不是你一个人苦，他也苦，2个人都改一改。这个家庭最核心的是爱情，有了爱情，宝宝的未来也会幸福，你们也会幸福的。就这样。好，谢谢曲总。你给其他的女人买蛋糕，你送她们上下班，却不愿意给她买酸奶，不愿让她吃6块钱的栗子。很多结了婚的男人都会认为，他在家干任何活都是应该的，因为我们之间是自己人。但外面的女人是不一样的，外面的女人因为我要跟她一起工作，因为我对她某种需求，某种虚荣心，所以你会发现，其实你在外面的女人面前，你是脑袋往上看的，而在家里你是眼睛朝下看的，这已经成为你的一种惯性。但是你要想想啊，别的女人跟你有什么关系？一点关系也没有。莎士比亚说，因为不了解而结合，因为了解而分手。你们的婚姻太过于冲动，但是冲动过后，感官上的喜欢褪去之后，剩下来的那些不了解和那些磨合才刚刚开始上演。所以我们其实觉得也不必苦恼，你必须要经历了解的这一部分。你以前没有花心思、花时间、花精力去了解对方，那么这个功课很显然就留到了现在。再加上孩子刚刚出生，这所有的事挤在一起，出现你们这样的情况是正常的。不要觉得有大难临头的感觉，这是非常正常的。你首先你得接受这个现实。事实上，只有等经历了矛盾、经历了冲突之后，你们的爱才有意义。你别看那些一天到晚在外面晒幸福的、甜蜜的那些小情侣，那不是爱，那是感官上的喜欢。你只有经过了磨合，甚至磨合的鲜血淋漓之后的爱，才有深远的意义。其实我没有那么多好的招法，我只想说一点，就是尽可能的交流。你上班的事儿要跟他说，你带孩子的事儿要跟他说。通过交流，他可以了解到你的工作状态，你要跟他聊这个事儿，不要把时间花到什么买蛋糕那些上面去。你把自己的工作状态、自己的喜怒哀乐，有事跟他聊一聊。而你对于在生活当中的苦闷、带孩子的艰难，对于生活其他的向往，你也要跟他表达。交流是最基础也是最唯一的了解的方式，但是这种表达和交流不要带情绪。甚至我认为有的时候你在工作的其余时间，他可以去你那儿看一看，你也应该适当的带他出去走一走，远的地方去不了，近一点的公园，是吧？毯子一铺，是吧？晒晒阳光，吃点自己家做的饭菜，这不是家庭生活是什么呢？这种事为什么不能做呢？这不是交流吗？所以与其去埋怨，不如花时间去了解。上班的时间已经够多了，两人在一起相处的时间已经够少了，我们没有时间花在吵架，没有时间花在其他的同事的身上，我们多花点时间在彼此的了解上，好吗？就这样。好，谢谢涂老师。我看啊，这是90%家庭的正常情况，大概只有在这90%里面，大概有10%想上我们这个节目。
在这10%里面，大概有那么2%-3%能上得了我们这个节目。那这2%-3%除了他的幸运之外，还有一个就是性格。其实我们为什么这个常态家庭很多人就这样稀里糊涂就过去了呢？很多事儿其实你掰开了揉碎了说呀，就中国那句老话嘛，清官难断家务事。为什么难断啊？没有是非对错，在这种琐碎的生活当中，你有你的想法，他有他的想法，而其实我们最不擅长的，恰恰是沟通或者叫交流。我们的社会配套体系是有不足的，这个不足还来自于什么？有很多人在贩卖焦虑，卖给谁啊？就卖给你们这些年轻的妈妈呀！哎呀，孩子要这样长才行，那样长就不行，还鬼扯！家庭模式是千千万万的呢。最核心的一个是，在你的心里你要什么，你要跟他说。我觉得不是每个人都有能力说把心里那些东西全沟通出来的，那就直接一些。所以其实最核心的东西是什么？想过吗？想好好过吗？那咱们就把动作一致，接下来一起进入真情60秒。刚认识你的时候，你确实挺好的。来，请关门。欢迎大家登腾讯视频收看我们节目的完整内容，看看这一对他们如何选择。请开门。我就知道那是爱，不让你离开这么快，到时你正在叫爱一点点上就消消气吧。现在也不是吃栗子的季节，我跑天津买了一点栗子。我希望你以后不要再记恨这件事了，好不好？咱们以后一起过好这个家庭，可不可以？来，有请我们的小话筒，有请。来，我们见证他们的浪漫时刻，各位请见证。好好的好不好？不要再跟我吵了。我知道你也挺难的，其实我们互相多理解一下对方。以后的日子还长着呢，我们不为自己，要为双胞胎想一想。请亮灯啊！这个感动的都不行了，看来很久也没拥抱了，是吧？来，是吧？点头啊！以后回家给个抱，行吗？啊，别老在微信上跟人么么哒了啊！给个拥抱啊！记住以后每天回家给带栗子啊！你要能做到天天带2颗栗子回去，这也行了啊！谢谢两位，请回吧。没我难不摘，没有谁能取代你在我心上，拥有一个专属天使，我哪里还需要别的愿望？我感觉不到你的温暖，所以我会觉得冷。人有的时候不能指望着别人给你温暖，
你要在生活当中寻找那些能够温暖你自己的东西。当你变热的时候，别人要不要给你热量已经不再重要了。如果你的热量还能传递给他，我相信只要他不是一块石头，你们的生活都会一点一点的好起来。我们要谢谢这对夫妻给我们呈现了一个生活常态。来了解下一对嘉宾的基本情况，各位请看。我刚读大学时认识了正在读大4的他，我们很快发展为情侣。刚在一起时，我们就决定以后一定要结婚。在一起1年多后，我正在读大2，他刚大学毕业，我们就领证结婚了。结婚后吧，我感觉他还是和以前一样，像个长大的小孩子，学习和婚后生活无法兼顾好。我为了迁就他呢，自己的工作和生活也无法平衡好。我为了尽早成为他的妻子，付出了很多努力，也承担了很多流言蜚语。毕竟我还是一个正在读大学的学生，我需要同时履行学生和妻子2个方面的责任，我的压力真的好大。我觉得我只是希望他可以更成熟，更为我们的未来考虑。只是目前的状况让我真的很迷茫，我不知道如果他继续这样任性下去，以后我们的日子应该怎么过？掌声有请这一对，有请沈先生，23岁，来自浙江，建筑设计师；徐女士，21岁，来自湖北，学生。来，有请2位，有请。欢迎2位哈，23岁是吧？对，是。你留个小胡子，酷是吧？不是，因为这不结婚了嘛，得显得……不，大声的告诉大家，这不结婚了嘛，所以得要显得成熟一些。好，结婚的概念是办酒席还是领证？你们告诉我。领证。领证。你现在在读书对不对？对，大2。大2。对。我们只能说现在真是赶上好时候了。只要到了法定年龄，就让你结婚吗？对吧？你们俩是认识多久打算结婚的呀？就我们大1的时候认识了他，然后那个时候他大4。我刚跟他在一起的时候，我们就决定以后一定要结婚。为什么呢？然后我觉得就是谈恋爱就得踏实，对对方负责。所以结婚就是负责，是吧？对，就有对感情认真。然后双方父母也同意啊？同意。我当时是这样跟我妈妈讲的，我觉得感情稳定下来了，我可以更加用心的读书，他可以更加把就是注意力放在工作上，然后我觉得对彼此是有好处的。哦，学校老师怎么看？同学怎么看？羡慕你吗？那些同学？羡慕。2位今天来是因为什么呀？就感觉结婚之后跟双方设想的都不太一样。结婚多久就不一样了？就小半年。结婚之前的时候，感觉他挺宠着我的，然后什么事情也挺迁就我的。然后结婚之后，他又对我要求就变多了，就一点都不理解我，不体谅我。哦，那咱们详细说说呗。主持人大4的时候我认识他，那个时候他要怎么样，我就陪着他，都满足他。但是现在我这已经不是学生了，我得正式工作了，就不能像以前那样。但是他还是很黏人，还要我有的时候陪他去上课。就打个比方说吧，就有一天晚上我下班回来，陪他去上晚课，然后那老师吧把我赶出去了，他当堂就想和老师争一下，我就害怕他因为这个事儿，这课就他有一些。那我觉得这个问题，就老师他自己也有错误呀。我们大学里面是没有明文规定的，就是说这个课不是你的课，你就不能过来。而且你当时你在课堂的时候，你没有影响到任何人，他把你赶出去，然后纯粹是因为他自己一个思想古板的原因。而且就是那么多人，他当众把一个人赶出去，我觉得他就是不尊重人的。我觉得这个时候我就有权利，然后质问一下他，你是不是不尊重人？我觉得人人平等嘛，对吧？学校既然把这一门课安排给了这个老师，那他作为这个任课老师，他是有自己的权利来维持他自己课堂的秩序的。没错。那就算就抛开这个角度，我愿意陪着你，但是我陪着你的时候，你那心思肯定就不能放课上了呀，你还会分出来给我。那说到这个事情，我还要问你了呢。你不觉得你很多时候就一点主见都没有，然后你给不了我一些建设性的意见吗？我怎么没主见呢？我之前大1的时候，我想转专业，我觉得你可以给我一些就好的建议和意见，然后结果你什么都顺着我说。但是那你这你要，我就错过转专业的时候，然后再到考 ACCA 这个事儿，我当时跟你讲说我想考 ACCA， 然后你跟我讲那好，我支持你去吧。然后最后我名已经报了，我5万多块钱的学费已经交了，然后你再跟我讲说好像国内 CPA 更好。你怎么不早点跟我说呢？你和我说了之后，那我也去马上去问我学会计的一些同学，问出来说，他说就是国内的话 CPA 的认可度比较高。然后我知道了，我也马上就告诉你了。他告诉我的时候，
你已经把学费都交了，那我还能让你把学费退回来？然后你要说你要转专业转不了了，你要学些别的，那我肯定支持你，我不可能耽误你的前程啊。但是我感觉你现在在你的那个概念里头，就觉得我每天从来不学习，我每天很闲一样。那我等一下，回来我带了一个东西过来，就麻烦工作人员，然后把我的本书带上来。啥意思啊？哦，就这个是我学 ACCA 的书，他平时觉得我好像从来不学习一样，觉得我很闲一样，然后就想给他看一看。上面写满了左野老师写的字，你看我是你写的是吧？是我自己写的，对。要看看吗？我封面都学没了。这个我相信大家这会儿可能有点恍惚啊，就是你觉得好像这是一对学生情侣，其实人家是一对夫妻。大家会说怎么夫妻谈这个呢？其实夫妻之间的这个矛盾和冲突也是分阶段的，在他们这个阶段肯定是跟他们生活最密切的事情发生冲突。男生是希望女生能够好好学习，对吧？对，因为我在家里我也没见他就是花心思学习啊。我下午3点钟下课，我一到家已经4点了，我要马上买菜做饭等你回来。你吃完饭之后我又心疼你，我不舍得你做其他的事儿，然后我要洗碗，我要做家务。有时候我在家里面洗衣服，洗衣机里面洗嘛，然后有时候就会忘了晒，就放3、4天，然后你怎么不知道把它拿出来晾一下呢？洗衣服你丢进洗衣机里，那又不是你自己在洗。就算是这样子，那我平时我自己在家，我是这样的，就是我学校那边找了个小区里面整租的房子，然后我平时我自己的娘家就是杭州本地的，然后因为这样子他要住在一起，娘家那不一样，那不就我也不跟自己住在一起，那不就是娘家了吗？啊，行，那你娘那叫行对对，然后我因为他要我陪他，那我肯定白天上班，晚上下了班回来陪他，那我。以前我自己在家里的时候，我衣服全都是手洗的，这样我觉得才叫洗衣服嘛。你丢洗衣机里，你还是说你自己洗的啦？合计了你还嫌弃我没手洗是吧？我每次用洗衣机就是洗衣服、晒衣服，你该有个惯性思维吧？那行吧。那我看见了，我也会晒呀。那好，我算你没看见。那一次就是我实训那一次，我走之前家里面1桶脏衣服在卫生间里放着，我回来之后还有1桶放着。我实训出去3天了，你怎么不知道把它洗一下晾一下呀？那你那一天我不是和你一起出的门？我把你送上了车，你就跟车一起去了，然后我就你周末不在家，我就回一下我自己娘家，不有问题吗？很难理解吗？不难理解。而且那平时因为他就是以前是外地的嘛，从小和妈妈2个人住在一起，习惯了那个就是比较小的安静的一个生活圈子。对啊，那我家里面。所以你这人一多，你又回去，你又不开心，你就不乐意回去。哦，你觉得我不乐意回去？你不在的时候，我回一下家怎么样吗？你能不能为我着想一下？我一个外地人，我每次回他们家，家里面一大家子人就跟我说话，然后讲一口方言，然后我一句都听不懂，我连蒙带猜，然后就是还跟他们就是强颜欢笑讲3、4个小时，我多累啊！人家老年纪大了，学不会普通话，不会讲普通话，只能讲方言，那我还。去怪人家，我说你不行，你不能对我老婆讲方言，你要讲普通话，这样可以吗？那我就听不懂，你还怪我了？那这方言，那我能怎么办呢？你没办法跟人交流，痛苦你懂吗？那我也没不给你翻译，我也教你啊。拦一句啊，你们谈恋爱的时候没结婚之前这个矛盾没有吗？没去过家里吗？去过，很少去。谈恋爱之前，因为他说他结婚之前他就和我说了，他说以后不希望和家长住在一起，我也答应他，同意他，我说可以的，好的。那我结婚之后不也每周都陪你回去吗？不是，打小是跟母亲住在一起。对，因为我小时候我单亲家庭嘛，我就跟我妈妈在一起住，然后家里面人一多，我就真的不习惯。就这个可能是我自己的问题，但是我确实没有办法适应这样的环境。而且他们家讲方言，就我也真的是听不懂，我确实听不懂，我真的没办法。这么听下来，除了那些看来挺表象的，这才慢慢的接近了冲突的本质了啊。这么判断，女方跟男方家里的关系不是很好。然后后面我家里人也开始抱怨我了，说你有家不回，那我也很苦恼。所以他那一天不在家里面，那我就趁这个时间我回一下家，然后衣服也就没那个。然后，你觉得你回家回的很少是吗？你，我跟你结婚之后，然后每周都陪你回一次家。那我问一下你，我妈妈她自己一个人，她在湖北待着，她跟我2个人相依为命这么大，你想过她没？我1年回去看她几次？你走开，走开，我不要！你想过他了吗？
那我之前跟你讲说把他接过来，我也没真的很情愿啊。我怎么不情愿了？我妈多不容易，你知道吗？我没不让他过来呀。你说要过来，我很欢迎。我说让他过来好，但是你也说了，你们家里的情况，你从小跟妈妈2个人在一起都不喜欢喧闹的环境。那我家那边亲戚人又多，我不可能让他和我家里人委屈他住在一起啊。那咱们又是和其他的朋友一起在学校边上租的房子，那过来那不一样吗？再说了，我这刚毕业的，你能让我也没这么大能力。我说在杭州那边再弄个房子给他住啊。你还知道家里面经济条件不好啊？你还知道啊？那你把钱借给别人，然后别人不还，你也不找别人要，你为家里面考虑过吗？你1个月工资多少？你借别人多少？这不还了一半了？另外一半呢？哎，借了快1年多了耶。我跟你讲，主持人他就是个老好人型的。他平时就是因为我们跟室友住在一起嘛，然后就室友有的时候就侵犯他的权益，欺负他，然后他从来不说，自己吞着。那你还说别人侵犯我权益？谁最伤害我？还不是你？我有一天晚上我加班，我说我不回来了，把你去外面吃一点，然后他跑出去跟人家出去吃路边的，把肚子吃坏了，和我说好痛。那我肯定老婆要紧嘛，那我就把手头的事情放掉，我回来我陪他去医院。然后他拍了一个照片发了个朋友圈，结果看见的人都来问我，你怎么把你老婆弄进医院了呀？那吃出问题来是我想的吗？你怎么不怪在路边摊呢？而且我发朋友圈，我是就为了向大家说，你看我生病，我老公陪我去看病，我老公多体贴，我是想表扬你的呀。但是真正关心你的人，那不都还是在想我，在怨我的吗？那别人怎么想，然后我不是这样想的呀，那就是一个脑回路不一样的问题啊。那你这样的话，你为什么不把我妈接过来，让我妈照顾我呢？我妈把我照顾的可好了，然后一直到嫁给你之后，感觉就很多事情都不好了。那我这得工作，我不工作，我怎么什么事情都为了你，都帮你操持好呢？那我不工作，那怎么办？咱们这家怎么办？问一下，慢慢的听出味道来了啊！你想象当中的家应该是什么样的？我觉得就是我好好学习嘛，然后他工作的时候我也不会打扰他。家务有一些事情我们共同承担，就我其实还是想着就跟结婚之前一样，然后我们还可以就一直跟结婚之前那么甜蜜。那这结婚之前和结婚之后的最大区别在哪儿呢？在你的想象中？就我感觉，首先就家务上面我做的多一些，我每天很累，我每天上午哎，你后悔结婚吗？我的字典里没有后悔这2个字，因为本身就没有意义。其实后悔有时候也有意义嘛，后悔也是一种情绪嘛。就我上这个节目，你的字典里面有后悔吗？没有，当然不后悔。哦，后悔当初干啥还费那么大事情呢？哦，所以还是想好是吧？对呀。那你听明白他说的话了吗？他就是觉得我没有以前像那样体谅他了，他觉得我就是人变了。但是我以前确实和他在一起的时候，那时候我没有工作。不，你看我没有正式工作，那压力没那么大。你的描述方式永远是解释。我只是说你理解他要什么吗？我理解他，你娶了个陪着他。你这样，你给我描述一下，你娶了个什么样的太太？肤白貌美大长腿。你介意你娶了一个生活里我是中心的女人吗？当然不介意。好吧，那你就记住了啊，以后别说了，你去做就好了。因为至少今天我看到的就是这么一个女性，我是世界的中心，我想要的我一定要得到，我想做的我一定要去做。这生活哪有那么简单啊？哪有那么多的一定啊？我以前就是都围绕着他，但是现在不一样，我没那么多空间让我去。你解释有用吗？没用。对啊，你解释是没用，你尝试其他的方法。所以大家听到了前面的那么多琐碎的这个争吵，其实在背后是什么？就等一下，主持人，你们并不互相了解。他说的想好好过，把你们的原因、理由先扔在一边，你们让老师们好好给你们分析分析，到底问题出在哪儿，应该怎么办？不要再吵了，吵没用嘛，吵了半年了吧已经。幸福的恋爱的时期很幸福嘛，这结婚怎么就像那什么一样？就是都积压在一起吵出来的，就平时都还好，就积压多了之后就会吵。行吧，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。05年开始呢，我们就取消了这个高校的学生禁止结婚的条例，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，很多的大学生情侣会选择在读书期间走进婚姻。我们不禁止，但是不代表
鼓励。我想跟女生进行一个对话，因为我本身也教书嘛哈。我想问你，我是老师，不是这个学校的学生，没有交学费，可以来听我的课吗？如果你今天可以带着你的老公进来，明天他就可以带着他的爸爸妈妈进来，后天再给我领个娃进来，我今天的课怎么上？你尊重你的老师吗？到底是谁不尊重人？他的父母希望儿子在周末的时候回家看看自己，而且家就在这儿，为什么不可以？你作为人家儿媳妇儿，听不懂，人家那异国恋都能正常交流，友好相处，你们都是中国人，有什么听不懂的？慢慢听嘛。真的没办法交流，没办法交流就坐一会儿，一周就那么2个点儿，忍一忍就过去了。就像赵纯老师讲的，这个地球啊，不是一直围着你转的，你要明白这件事情，不是所有人都要以你的意志为转移。你现在在这歇斯底里的在这哭，有什么意义呢？现在到你，你知道他为什么这样吗？就你惯的，你养的你就得忍，不然的话，我告诉你就别惯着他。你们俩现在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啊？你不是累吗？啊，我又做妻子又做学生，回归单一社会属性。周末的时候回到家里来，周一到周五在学校给我住着，谁让你申请外宿的？你周一到周五好好的给我去上班，不要早退，不要迟到。周末的时候一起做做饭，一起享受你们的甜蜜，一点压力都没有。明白了吗？因为我们人的精力是有限的，当我忙这件事情的时候，我确实没有精力再忙另外一件事情了。那我们就周末的时候好好享受我们的甜蜜，周一到周五的时候各自去在学业上在事业上奋斗，因为只有1年了嘛，大2了，马上大3大4就实习了，也就只有这1年我们这样平安的度过去，明年你们的矛盾会越来越少，好不好？祝你们幸福。好，谢谢左岩老师啊。你知道自己平时跟人说话的时候带有很强的攻击性吗？自己能感受到的。有的时候会。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攻击性呢？一个很大的原因是因为你从小有一个不安全感，时刻充满了攻击性，这是一种自我防御。还有就是你特别早就想结婚，其实也是一种不安全感造成的。对于他来说是什么？在谈恋爱的时候，你已经把弹簧压到底了，他觉得结完婚之后这个弹簧能不能松一点？你要的是结婚之后我这个弹簧可以压得更狠一点。你们2个人对结婚的需求刚好是相反的。结婚了之后，你们又遇到了一个最大的问题是什么？你低估了生活的复杂，高估了自己的能力，所以你们才出现了那么多的问题，到最后就崩盘了。保持在一定的界限之内，不要再把自己绕成一团乱麻了，越绕越乱。谢谢。好，谢谢陆琪老师。老师，其实男生骨子里并没有把女孩当成自己的妻子，你骨子里把她当成什么呢？还是一个学生。而女生呢，已经把自己作为2个角色了，一个是学生，一个是妻子。这就是为什么他说你不需要做家务，你只要学习，但你偏偏要去做家务。但是这一点他领会不到，迄今为止没做过后悔的事情，是吗？对。未来也不会吗？我觉得后悔就是没有意义的。我们暂且不说它有没有意义，你觉得未来会有吗？我相信不会。你相信不会是吗？对。那你果然是一个孩子，因为你觉得自己所有的选择都是正确的，恰恰意味着你马上可能就要吃大亏了。也可能是学业，也可能是婚姻，未来有可能还工作上，都是如此。就比如现在你做出的种种的反馈，至少目前这个阶段看起来是错的。因为在你现在这个阶段，你第一，你不喜欢本专业，面临着换专业，也就是说你要应对2个专业的考验，对吗？对。第二，你本身对妻子、对家庭、对未来的这种幸福生活是非常憧憬的，你治愈了他不可出现错误的状态。你是一个自我要求蛮高的人，并且呢比较有执念，但是执着和固执这一字之差，结果是完全不一样的。我们不要固执，好不好？好。对爱情有很好的憧憬，没问题。先解决眼下的最大的问题，就是学业，好不好？好，就这样。好，谢谢曲总。来，涂老师。结婚好玩吗？不好玩。你觉得结婚好玩吗？没我想象的好玩。哎，所以其实你是后悔了的。明明是个黄毛丫头，你学别人穿什么高跟鞋呢？这节目组要求的呀。你看你的情商有多低啊！
我说的是你今天穿高跟鞋吗？就是好。我所指的穿高跟鞋，意思是明明是一个还没有长大的孩子，为什么要偏偏装大人，学别人做妻子？我是这个意思。那你没有历经社会，还没有学会怎么走稳，你穿高跟鞋一定会摔跤吗？但你摔跤了以后，孩子就会老想着别人来扶自己，但成人会学会自己爬起来。所以其实你内心是后悔。按道理来说，单亲家庭的孩子应该更懂事儿，而你不是，你很少为别人考虑。但这不能怪你，因为你只有这么大，但是偏偏是你自己选择的结婚呢。你以为你的母亲可怜，但是你可曾了解过她内心深处？一个46岁的女人完完全全可以重新开始，即便不重新开始，因为女儿已经读了大学，结了婚，觉得这男生还不错，各个方面也靠谱，其实她是放下了一个担子的，她心里是轻松的，她可以跳跳广场舞，可以开始自己的生活。你怎么会以为她可怜？其实你不是以为她可怜，你是觉得自己可怜，因为你觉得你在杭州没有家，因为你的母亲不在杭州，不像她一样可以回家。不是，那是什么呢？就我妈妈她自己也跟我讲，她又总是会跟我面前委屈，就说你现在总是回去陪她父母，然后我一个人在这里，我怎么办？她有时候还会跟我哭，就哭得很伤心。她有时候就说自己，就我都不想活了这样的。然后我也没办法。那你母亲为什么不可以到杭州来租个房子呢？她这个也是一个能力的问题嘛？那你有没有反问你母亲？那你要我结婚干嘛呢？我结婚你到底是痛苦还是幸福？但是这个重点不是这个问题。重点是什么问题？我自己是承受这方面2方面的压力的。然后那如果是这样说的话，那你母亲的的不好的情绪传染给了你。如果说女儿结婚不是我心里放下了担子，而是眼瞅着她在那儿有了家，她经常去到男方的家，而我作为母亲，我感觉我嫉妒，我冷落，我孤单，那你要女儿结婚干什么？但我相信母亲的这种情绪是真实的，对。但是这种真实本身也只是一种情绪而已，因为是人都会这样。将来你有了孩子，结了婚，你看着你的孩子经常往对方的家里跑，他内心也会有小小的嫉妒，也会有情绪，但总体来说，如果他是幸福的，父母内心就是放心。所以如果你要说今天时至今日你所遭遇的一切，那都是你咎由自取，你现在唯有做的方式就是调整自己。其实你结婚也早了，你也才迈入社会不久，其实你们俩都挺后悔的，都觉得结婚不好玩。我告诉你，结婚就是不好玩的，但是婚姻本身是认知自我的过程。你找一个人跟自己过日子，不是让他来由着自己任性的。你找一个人，对他付出，对他关心，获取他的爱，其实是认知自己的过程。当你歇斯底里的对他说你这样对我不好，那样对我不好的时候，你自己想想，你当初找他的时候，结婚的时候，你要的是什么？你想想自己的那个初衷到底是什么？你也是一样。至于母亲的那些情绪，可以接受，可以理解，但是总体而言，母亲希望的是自己幸福，所以要让母亲放心，要让母亲不可怜，最好的方式就是过好自己现在的生活，她就幸福了，好吗？好，就这样。谢谢老师。好，谢谢涂老师。为什么很多小孩子跟特别有名的演员在一起演戏，那些名演员就是演不过小孩子？因为小孩子有信念，我演的就是这个人。所以演员最重要的是信念，是我相信我是这个人。你们给自己写了一个剧本，这个剧本叫幸福生活，但是你们演的时候没按幸福生活来演，你们俩跳戏了。所谓跳戏是什么？你这戏得有人设呀，在人设上面，你老公就给你了你一个人设，这戏没法演，肤白貌美大长腿。还有别的？你没说呀？不可能一句话就全部说完了。那接着说。心思直，没啥坏心眼。还有呢？
啥事儿都挺对我考虑。还有呢？任性。还有呢？太多了。这就叫对一个人不了解。当你了解一个人的时候，一句话完全可以形容这一个人，那是因为你不了解，所以你不相信啊，你这角色你不知道怎么演啊。肤白貌美大长腿，了解我对我好，那叫温柔，怎么又冒出来一个任性呢？怎么又冒出来一个不体贴呢？就你们根本不相信对方是谁。结婚这个事儿不跟演戏一样吗？你不能跳戏啊，所以不跳戏是什么？就是承认我的老婆就是有这么多问题，我能不能接受？我怎么办？我的先生就是这么一个德行，我能不能接受？我怎么办？能接受了，所谓的磨合才开始。相信爱情吗？相信。相信爱情吗？行了，那你们就记住老师的话，该怎么着怎么着吧啊！我们一起进入真情60秒。大一的时候认识你，然后大二的时候就不顾一些世俗的眼光和旁人反对，义无反顾地嫁给你。我怎么样对你，你怎么样对我，我觉得我们都清楚。我也知道结婚跟谈恋爱不一样，以后在学习和生活上的事儿，我会尽自己所能，兼顾得越来越好。在有些事情上，你也理解我一些好吗？我一直都很爱你，以前、现在、以后，一直都很爱你。但是我就是觉得有的时候你实在是太任性了。我已经不是学生了，我身上有些责任和负担，我没法和你说，我怕给你带出压力，所以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咱们真的应该给自己相处，不是给自己冷静的一段时间，我真的不知道。好了，谢谢两位，请回吧，谢谢你们啊。来，请关门。下面让我们来看看这对夫妻的选择，请开门。我就知道那是爱，不然你不给这么快，发现你正在将爱一点点说出来。哦哦哦哦，快乐涌上来。哦哦，来，有请我们的小花童，有请。谢谢，谢谢。来，我们见证这对夫妻的浪漫时刻，各位请见证。没有谁能把你降临我身旁，你是唯能取代你在来，请亮灯。我心上。好好回家吧啊！来，这礼物送给你们。哎，老师们的建议，希望你们好好考虑一下。好，谢谢啊，谢谢你们，请回吧。哦，要不是你出现，我一定还在沉睡。哦，绝望的以为生命只有黑夜，没有谁能把你。还是想说，不是所有新鲜的就是好的，不是所有新奇特的就是值得去追逐的。生活呀，就过自己的日子吧。这一对，我相信未来的磨合还会很多。但是我也相信，不管是从他们的同学，还是我们今天跟他们接触的这些人，我们希望这段爱情能有一个特别美的结局。好，让我们一起进入爱情保鲜剂。有网友提问说，家人特别反对我和男朋友的这段感情，男朋友说呢，让我等他3年，他挣了钱就会回来接我。可是我不想异地恋，我想陪在他身边。但是我家里人说，如果我非要和他在一起，就不认我这个女儿了，我该怎么办？我想告诉你的是，没有不认的女儿，只有不值的爱情。所以希望你冷静下来，好好思考一下，你们的爱情是否能够继续。我们下期节目再见，谢谢大家。